黄鹭容易失智，产生失智的主要原因在平时的修剪，这个枝条失智就是因创伤引起的。黄鹭的修剪季节和修剪之后的处理方法很重要。拿这个枝条做一个演示，剪枝枝条要稍微留长一点，剪掉之后接口会很快流入塑胶，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枝条失水。要把接口封好，也可以用烟头烫一下。今天的重点不讲黄鹭修剪嘴型，主要聊一下像黄鹭这种结绳芽树种怎样空短枝节，操作在什么季节进行最好。在盆景装材中，结绳芽树种除了黄鹭，比较常见的还有像对棘柏拉、枫树类、漆树类、蓝天竺等等。这些只在节点出芽而不发不定芽的，都属于结绳芽树种。结绳芽树种与众不同，掌握好它只在节点出芽的特征，才能控制它的生长节奏。对结绳芽树种的控养，在早春和秋季进行，主要有2种方法。在早春出芽长叶前剪掉芽头，已经长叶的剪掉枝尖，或将枝节过长的枝全部剪掉。春季是植物生长最旺盛的时候，结绳芽树种在这个阶段新长出来的枝节一般都会很长，对它的生长不加控制，往后是无法控短枝节，在造型中很难利用。早春修剪能抑制树的生长，并能很快的发出新芽，进入第2次生长，枝节就会变短。剪芽头不能剪掉枝节，操作中务必要注意，进行这项工作需要有耐心。像这种中间强势枝，剪掉之后抑制的效果最明显。剪掉芽头，除了能控短枝节，控叶的效果也十分明显。像三角枫、红枫，尤其是像黄鹭，使叶变小才有更好的观察效果。对结绳芽树种的控养，剪芽头只在早春萌发旺盛期进行，除此也可以剪掉过长的枝节，重新闭芽。在生长旺盛期剪枝，新长出来的芽同样会节短叶小，可以达到很好的疏枝目的。植物的生长旺盛期一般在早春和秋季小阳春这2个阶段。像这种已经形成半木质化的枝条，枝节过长就没有利用的价值，在这个时候把它剪掉，能很快的发出新芽。这是剪后新发出来的芽，下了几天雨，第2节枝节又长长了。像这种情况，只要在生长旺季就可以剪多次。这是去年秋季增出的枝条，把枝条剪短，控短枝节后再蓄养。像这些枝条已经完全木质化，养分集中在顶端，在后端很难发出芽来。剪短节流会使后端发出新芽，达到逼芽的效果。这是剪枝逼出来的芽，再剪一刀，可以缩短枝条。结绳芽树种在控养中，除了控短枝节，缩短枝条使整个枝盘出枝紧凑也是重点。关于这一话题，在以后的造型操作中再做详细的讲解。这盆黄鹭在2月底进行了控养修剪，重新发出来的芽枝节明显变短，已经长出了花苞。只要季节不过，还可以进行一次剪芽，在枝条的后端逼出更多的侧枝。养了一些对棘柏拉，经过多年的控养，长出来的枝节和叶都像这样密集短小。像这种状况，基本已经摆脱了结绳芽树种在造型中受枝节限制的束缚，不需要每年再进行控养。控养无法改变结绳芽树种的根本特征，但在长期的驯化过程中可以改变它的生长习性，这就是控养的作用。喜欢黄鹭的朋友，在这个时候最好是对舍利干刷2遍石硫合剂。黄鹭的舍利不同于柏树，保养不好是玩不了多久的。控养修剪缩短枝节，要与控水控肥相结合。在这个季节进行修剪之后，大约1个星期就能出芽，要保持盆土偏干，持续到长叶抽枝。修剪是释放枝条的能量，抑制它的生长，
修剪只有与控制废水相结合，才能达到控氧的目的。我是三军龙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